的衣服都丢在地板上。是你先霸占我晒衣的空间哎！到底是什么味道那么臭啊？你看里面有一只死老鼠啦！哦，很晚了，不要去这种小路，很恐怖啦。你是结晶啊！上次那个抽奖我中头奖太幸运了吧，恭喜你耶！先生，请问你要到哪一站呢？到台北自强号2张，谢谢。听说隔壁奶奶生病住院了。怎么会这样？那我们要不要去医院看她？你知道吗？校花竟然约我这个周末出去玩真的吗？那你就冲一波啦。大家好，刚才我们看到很多有关于脸孔表情的影片，那算是我们人类表达情绪的重要的方式啊。所以在这个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谈情绪跟情绪调节，这个对人类来讲，尤其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心理历程。那么大家从刚才的影片，大家可以感觉得出来，我们讲这个情绪的时候啊，就心理学家的角度来讲，通常是指的我们有一个非常确切的这个对象，然后有一定的这个情境的因素。那么我们对这些情境的因素的一些评估之后呢，它会引发一连串的这样的心理跟我们外在的活动，我们把它称之为情绪哈。那么具体的来讲啊，我们大概可以看下面这样的一个图啊。那么从这个图啊，大家就可以看到说，我们怎么样来谈所谓情绪它构成的成分啊，就是 components of emotion。那么这个大概是心理学家经过非常多年的研究，很多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论啊，等于是综合大家的共同的想法所整理出来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对于情绪的心理历程的看法啊。那么在这个图的最左边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所谓在人跟他特定的情境或者环境当中的一个事件之间的这个关系。比如说某人讲了什么样的话给你听，或者你遇到一个特定的一个状况，或是一个紧急的事件等等哈，这些可以诱发所谓情绪反应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事件。那么有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环境当中发生的这个事件或者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它通常第一个步骤啊，是我们要能够做认知的评估啊，英文所谓的 cognitive appraisal 哈。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对这个事件呢有所认识，不管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或者甚至有一些高阶层的你的个人的价值观、你的心理的历程等等啊。那么这些啊，会让你对这个事件或者这个状况呢做出一些评估，我们称之为认知的评估。那通常呢，情绪的发生啊，就是基于这个认知的评估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哈。那我们说，接下来一个步骤，我们会看到这个在这个图表当中所标示的2、3、4、5的等等这样的这些历程，这些呢，我们都是把它称作算是我们情绪反应的一部分啊。这里面包括些什么呢？具体来讲呢，就包括所谓主观的经验或者主观的感受啊，英文所谓的 subjective experience 哈。那再来是所谓行动或者思维跟行动之间的连接的一个倾向哈通常比如说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比如说你一个事件让你评估之后觉得让你生气的话，你可能真的想要做出一些行动来去遏制来去制止这些让你生气的事件或者情况。再来一个就是大家在有所谓情绪的感受的时候，发生了情绪的事件的时候，通常都会伴随着内在身体的各种反应啊。那通常是指的说我们的自主的神经，我们交感跟副交感神经啊，它们之间非常复杂强烈的这些互动呢，让我们能够因应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还有一个伴随的经常会发生的就是 facial expression 就是我们这脸部的表情。那么在各位在前面一开始我们看到的这个影片呢，
我们都集中在，所以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在表示生气的时候，我在表示快乐的时候，我在表示悲伤的时候，这个表情啊都不太一样。然后这个可以比较清楚的让自己还有让别人呢知道我现在正在感受到的这个情绪经验哈。那最后一个是我们说对于情绪本身的这个反应，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单元还有以及下一个单元，另外也要谈到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当有情绪发生之后，我们也可能对我们自己对这个情绪的反应，还有一些调节的这些反应啊，我们称之为response to 这个 emotion， 或者讲的 emotional regulation 啊。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哈，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表来跟大家来进一步的来说明，也就是说情绪的组成，或者是情绪的主要的6个成分啊。第一个就是认知的评估啊，根据你过去的经验、你的记忆或者你的价值观等等哈，这些认知的活动呢，对当下你面对的事件或状况做出了一个评估。那这些评估如果是一些负面的，或者是一些正面的，或者是让你悲伤等等哈，它就会带来各种的情绪的反应啊，就包括说我们刚刚提到主观的体验或者主观的感受哈。那再来就是思考和行动的这个导向哈。那再来就是内部身体的反应、脸部的表情，以及最后我们对情绪本身，我们可以再做出一些调节的反应哈。所以这6个成分呢，就是心理学家在谈所谓情绪的这个历程的时候的基本的这个6个成分哈。那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哈，所以认知评估是对情境做一个有意义的评估，让我知道说它可能会引导出来什么样的情绪哈。那么当情绪发生的时候呢，我主观的感受是什么？然后这些有感受到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可能会跟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之间会有一些连结哈。所以，那么再来就是我们身体内部的反应哈。通常这个情绪的反应会伴随着我们自律神经还有其他的这些神经系统，包括说你可能会心跳加快，比如说你很高兴或者生气的时候，可能都会如此。还有你的汗腺可能会增加等等啊。再来就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会有脸部的这些表情，以及最后呢，我们对自己的情绪反应可能做的一些调节的这个反应。好，那最后在这一节，我们再跟大家来稍微的区分一下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讲到的情绪跟心情啊，或是英文讲的 emotions 跟 moods 这个之间呢，它其实是有一点区别的哈。所以我们刚才的介绍呢，情绪是它有清楚的一个对象或者一个清楚的原因，对于某件事情或者对于某一个人。那通常情绪虽然我们说它可能长可能短，但是很可能短到几秒钟，然后你经过调节之后，它可能就平息下来，或者是说你没有机会调节的话，它可能会延续的比较长，但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短暂的哈。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在目前我们的了解，情绪呢是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别哈，比如说我们感觉到开心、愉快、高兴，或者是觉得恐惧，或者觉得愤怒，或者觉得悲伤，或者觉得厌恶等等哈。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情绪，就是情绪相对的来讲比较短暂，持续时间不会太长，有特定的对象跟这个原因，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性质的这个分类啊。那么心情或者讲的 moods 它是一个比较就是自由浮动，它不见得能够特别的找出到底是对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对什么样的人啊，然后这个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哈，通常会是几个小时，说我今天心情都不好，所以无精打采，什么都不想做哈。还有它大概只能够在主观的经验上做一些区分，也就是说，通常我会讲说我心情好或者是不好，但是心情我大概不会太去讲说它是愤怒，或它是快乐，或者说它是悲伤哈。但这些区分呢，通常是在讲情绪的时候，我们才做这样的区分哈。那所以在概念上呀，它比较不太容易把它分门别类做成不同很清楚的这些类别，而是比较是说我相对的比较平静，还是相对的比较高低起伏我就觉得心情比较高昂，还是心情比较低落
所以这两个哈，情绪跟心情哈，虽然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用语里面，经常把它交替的这个使用啊，但是就心理学家来讲，他们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分别的。